以為是假的或者要拖延好久，沒想到這回瑞典的效率居然這麼快。就在2026年7月1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式與瑞典簽署了100億軍購大單，其豪掷246億瑞典克朗，約合25億美元，直接買下16架全新制的 GES-39E 鷹11多用途戰鬥機。而按照兩國先前達成的約定，瑞典將在短期間內無償附送16架現役的鷹獅 CD 型戰機，預計2027年初就能升空參戰。整整32架北歐海盜的專屬座駕排着隊砸向俄烏戰場的上空，這不僅為烏克蘭提供了關鍵的防空力量，更是為其後續的北約化體系打響了關鍵的一槍。相對的，此時此刻的俄羅斯，其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正坐在發布會上面色鐵青的回應，聲稱這改變不了戰場本質。但克里姆林宮的防空警報聲卻比他的嘴硬來得更加誠實。就像剛才說的，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武器援助，這其實是一場針對俄羅斯前線航空兵的絕殺。對於如今的俄烏戰場來說，鷹11的加入可不是去跟蘇35玩什麼浪漫的空中格鬥，而是帶着毀滅性的超视距導彈去把俄軍蘇34砸碎在起跑線上的。接下來我們就深入了解一下即將助力烏克蘭的鷹10戰機性能。烏克蘭空中復仇的第一戰，恐怕要從那枚讓蘇火1戰機集體恐飛的神秘導彈說起。鷹11雖然名字聽起來像一只鳥，但它的骨子裡卻是一頭武裝到牙齒的巨獸。首先，經過瑞典人對其機身的重新設計，讓其擁有了整整10個武器掛點。10個掛點意味着什麼？那是妥妥的火力壓制。在執行制空任務時，鷹11可以塞下7枚 MBDA 流星超视距空空導彈。該導彈不像普通導彈，發射後都能會隨時間、航程遞減，飛到最後全靠慣性追擊打擊目標。由於流星導彈採用固體衝压發動機，它的飛行全過程是能維持超音速巡航的，甚至末端打擊時還能瘋狂加速。據公開資料顯示，它的最大射程能達到恐怖的210公里，擁有目前全球现役空空導彈最大的不可逃逸區。以前烏軍手裡的米格29和蘇27航電老舊，導彈手短，面對俄軍蘇35在遠距離發射的271導彈，只能憋屈地做防空機動。現在鷹11帶着7枚流星入場，屆時攻守勢頭將瞬間逆轉。要知道，俄空天軍目前最惡心人的戰術，就是用蘇34戰鬥轟炸機躲在烏軍防空導彈射程之外，瘋狂投擲滑翔炸彈，給烏軍前線陣地造成了巨大的麻煩。而鷹11若是參戰，其唯一任務就是用這7枚流星把俄羅斯的蘇34機群在幾百公里外就強行清空。你蘇34不是想扔炸彈嗎？對不起，你還沒進入投彈位置，210公里外，鷹11的流星導彈就已經點火鎖死了你。這種在視距之外用絕對的射程和毀傷力強行把對手抹殺的快感，才是鷹11在俄烏戰場最大的作用，也能讓任何敢於升空的俄軍飛行員做噩夢。當然，想要在幾萬米的高空鎖定俄軍戰機，光有導彈可不行。鷹11之所以能把流星導彈的威力發揮到極致，是因為它還裝備了一件烏克蘭空軍做夢都想擁有的絕世神器，而這件神器正與後方的空中天眼結合，構成了一張讓俄軍蘇57都無所遁形的幽灵獵鵝網。這件讓烏克蘭空軍脫胎換骨的神器，就是有源相控阵雷達。鷹11首次為烏軍帶來了意大利萊昂納多公司最新款的 ES-05 渡壓 AESA 雷達。這款雷達最絕的地方在於，它不是死固定在機頭上的，而是安裝在一個神奇的旋轉底座上，可以左右機动偏轉，這就讓它的搜索範圍比傳統雷達大了一整圈。不管是超低空綠海飛行的巡航導彈，還是幾公分大的小型隱身無人機，在渡壓眼裡通通無所遁形。更絕的是，鷹11還有個神級隊友，即同樣由瑞典援助的薩博340空中預警機，上面搭載着艾利眼大型相控阵雷達，這就是瑞典網絡化空戰體系的精髓所在。這方面的消息很早之前就有了，這裡就不多說了。想象一下2027年俄烏天空的作戰畫面，在烏克蘭暗夜的天空中，一架薩博304預警機在後方數百公里安全巡航，它的艾利眼雷達像一盞探照燈，死鎖定了遠方正在準備偷襲的俄軍蘇35編隊。而前線的烏軍鷹11戰機為了不暴露自己，竟然全程關閉了自己的雷達和電偵設備。它就像一個靜默的午夜幽靈，在低空利用地形掩護超低空高速飛行。俄羅斯蘇35的雷達和電偵告警器上一片死寂，他們以為這片天空安全無害，正準備發起攻擊，但烏克蘭後方的預警機
早就通過 Link-16 加密數據鏈，把俄軍的精確坐標實時傳送給了鷹11的火控系統。當俄軍蘇35編隊進入流星導彈射程的瞬間，鷹11突然拉起機頭，在完全不開啟自身雷達的情況下，盲射流星導彈。導彈飛出後，鷹11直接掉頭俯衝脫離，迅速鑽進山谷消失。而那枚在空中狂飆的流星導彈，則由後方的預警機進行中斷引導。直到最後階段，導彈自主開啟雷達主動導引頭，在俄軍飛行員完全來不及反應的驚恐叫聲中，將蘇35凌空打成一團火球。這種完全不對称的降維打擊，正在將俄羅斯空天軍的制空權優勢一片一片地啃食殆盡。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會擔心，俄羅斯畢竟是個龐然大物，他們手裡有 S-400、S-500 防空系統，還有漫天的巡航導彈，這區區32架鷹獅，難道不會在起飛前就被洗地、炸爛在機場嗎？嘿，你別說，這樣的情況是真可能發生的，而且俄羅斯也沒有坐以待斃。佩斯科夫雖然嘴硬，但俄軍的動作很誠實，他們已經開始升級邊境防空部署 ，S-400 甚至最新的 S-500 防空導彈系統都已經進入了最高戰備，試圖全方位封堵北約戰機的作戰空間。但是我想，烏克蘭高層一定也預料到了這種情況。也正是有所預料，烏克蘭才選擇了鷹獅戰機，因為鷹獅戰機最流氓的絕技就是公路起降。如果烏克蘭買的是 F-16，說不定我也會認同魏飛被炸的想法。畢竟 F-16就是個傲嬌大小姐，进气口開得極低，對跑道要求苛刻到變態。裡面要是有一顆小石子，就能把上千萬美元的發動機直接報廢。為了伺候 F-16，烏克蘭得花巨大的代價去修水泥跑道，搞高級清潔。結果，這些修得亮晶晶的機場成了俄軍導彈的固定活靶子。但瑞典鷹獅不一樣，當年瑞典在設計鷹獅時，腦子裡想的就是萬一全歐洲的機場都被蘇聯核彈炸平了，我還打不打？所以鷹獅就是個打野出身，它只需要一條短短800公尺，哪怕布滿灰塵和碎石的普通高速公路，甚至是平整一點的土路，就能一腳油门直接起飛。對烏克蘭而言，這就是去中心化的空中戰爭。在烏克蘭廣袤的樹林裡，鷹獅戰機可以熄火藏在迷彩偽裝網底下，連熱信號都沒有多少。一旦預警機傳來敵情，一輛普通的卡車拖着彈藥，加上幾個接受過技術培訓的義務兵，在一個老技術專家的帶領下，只需要短短20分鐘，就能在荒郊野外完成一架鷹獅的加油、掛彈和全機檢查，然後直接拉上旁邊的高速公路，在刺耳的引擎轟鳴中拔地而起。而且在打完彈药後，它也不用回原地，而是降落在另一段幾百公里外的公路上，迅速鑽進森林消失。這種恐怖的妥善率和生存能力，意味着俄軍精心準備的導彈洗地全部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我想那時候的俄軍戰報一定是這樣的：俄軍前腳剛炸完烏克蘭的空軍基地，佩斯科夫後腳就發徹底摧毀烏空軍的捷報。然而4架烏軍鷹獅就從俄軍意想不到的某個鄉村小路騰空而起，帶着流星導彈把俄軍的蘇34炸成碎片。這種正統體系與流氓戰術的完美結合，將成為烏克蘭以弱勝強的關鍵。而且大家可別忘了，烏克蘭的反擊可不僅僅停留在天上。就在2026年的夏天，烏克蘭國產火烈鳥導彈已經刺入了俄羅斯的戰略腹地，讓全俄羅斯都感受到了什麼叫火力的代價。根據彭博社的分析，今年以来，俄羅斯已經有近半數行政區，涵蓋於70%人口所在地，至少響起過一次導彈警報。戰火已經不再局限於烏東的泥濘，而是沿着伏爾加河一路燒進俄羅斯的腹地。距離烏克蘭邊界3000公里的西伯利亞奧姆斯克州，今年6月首都拉響了防空警報，整個烏拉爾地區首次進入戰時警戒。這背後的功臣正是烏克蘭去年投入量產的國產火烈鳥長程巡航導彈，3000公里的射程，理論上足以覆蓋俄羅斯絕大部分的歐洲領土，再加上改良後的1000公里級海王星導彈，烏軍現在的打法非常硬。比如在最近一次打擊中，烏軍先利用110架廉價無人機形成蜂群，鋪天蓋地的飛向俄軍防區，讓俄軍防空系統忙得飛起，消耗俄軍防空彈藥。之後在俄軍防空系統弹药打光、雷達過熱、陷入混亂的瞬間，發射5枚火烈鳥巡航導彈，以超低空軌跡像死神一樣精準鑽入漏洞。結果大家也看到了，薩馬拉市的煉油廠爆炸起火，本薩州的軍工設施塌了，甚至俄羅斯多地因此出現了燃油配给的罕見情況。只是我比较擔心的一點是，烏克蘭現在是否有能力承接這麼多武器？要知道，多機型、多系統的武器背後是巨大的後勤壓力，
F-16、幻象2000、鷹狮同时運轉，這對烏克蘭的地勤來說是一場災難。採購和維護這些北約戰機，全壽命成本直逼2000億美元，而烏克蘭現在確實沒錢。目前後勤這方面，我得到的最好消息是，瑞典和歐盟拍板，將通過賠償貸款機制，直接動用歐盟手裡被凍結的幾千億俄羅斯國家資產做擔保，用俄羅斯被扣下的私房錢買北約最先進的武器，援助烏克蘭打擊俄羅斯的工廠。總之，若是一切順利，到2030年代初，烏克蘭將擁有超過200架北約現代化戰機。屆時，烏克蘭將成為保護歐洲文明的鋼鐵天幕。F-16負責防空，鷹獅負責分散部署，幻鷹2000負責攔截巡航導彈，陣風負責深度穿透打擊。這是一套完整的高低搭配體系。從2022年被認為只能撐3天，到2026年今天7月拿下鷹獅大單，並用導彈反擊30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亞。這場戰爭的走向早就有無數不屈的靈魂和不斷飆升的抵抗火力寫下了答案。我始終相信烏克蘭將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好了，本期視頻到這就結束了。不是誰擁有最多的飛機，而是誰能把最多樣化的平台整合成最致命的殺傷鏈。陣風就是這條鏈上最新也最重的一環。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如果你也支持烏克蘭，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節目再見。